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让人又爱又恨富山海的爆红与失速接国产武侠剧困局。富山海开播时的盛况让人误以为他是下一个莲花楼的接班人 ，S 加级投资、顶流热度加持、爆款剧班底护航，再加上诚意的号召力，他怎么看都应该是那颗冉冉升起的武侠新星。然而，开局6分钟热度破纪录的狂欢，却最终换来了豆瓣开分5.6的意难评。这部剧不仅没有带观众赴山海，反倒让整个行业狠狠跌了一跤。富山海确实表现出创作野心，与其只是乖乖复刻温瑞安原著，他祭出了穿书加双魂的大胆设定，摄续霄明明穿越入自己笔下世界，搅动了一场现代人与古代侠客灵魂碰撞的戏剧风暴。这听上去很范儿，对不对？主角普通人的苟且与侠义少侠的决绝对比。剧本多次试图探讨，当一个普通人得到行侠仗义的力气，他愿意舍己救世吗？这种设定不论从叙事还是哲学深度，都极富潜力。可惜再好的剧本都无法抗衡粗糙的制作细节和混乱的操作。富山海的失败，就像一次豪赌，赌输了观众的耐性。首先，原本的武侠氛围被拼贴式现代元素彻底稀释掉。各种游戏化的设定，包括角色扮演的系统惩罚，听起来有趣，却无法形成有内核的叙事。其次，这部剧用3亿预算创造的视觉效果仅堪比 B 级特效，抠图痕迹明显的山水背景，澎湃质感的动作场景，全然没有点燃观众的期待。而听觉上更是个灾难，台词里有些情绪陡然高涨，有些却含糊不清。甚至要靠弹幕辅助理解，音乐恨不得扬声器直接抢戏，这不禁让人怀疑制作团队是否在烧钱式忽悠。演员程毅和搭档古力娜扎的表现成了为数不多的亮点，尤其是程毅，确实带来了用心的表演。萧明明的怂，萧秋水的燃，李晨舟的狠，在他身上有迹可循。吊威亚吊到满背伤痕，揣摩角色将一人3面的状态立体化显现，这份敬业精神无疑让人感动。然而演员给得分满分，光靠个人能力显然难掩剧情逻辑断裂，郑重部分草率处理导致操作密布的局面。演员像被锁进一个廉价的玻璃匣子，努力想把角色有分层的展现出来，可现实却是匣子本身的裂缝抢戏。这部剧的关键问题其实并不在表演或剧本，而是制作链条和运营。也许3亿的天价投资听起来很多，但我们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营销，而不是制作品质的提升。高铁站广告贴满，地铁包站宣传造势，这些都花掉不小预算，于是服化道、剪辑、特效就只能无奈瘦身。观众最不能忍的洞鞋穿帮等低级错误，都是态度不端的反应。一选择省钱，另一边还要想法设法排场，派头打得够豪。倘若故事本体内伤到处是疼，也就无法再入大众眼。富山海从一开始立项就活在莲花楼影子里，试图复制那个奇迹，但复制的不只是方法。还有点惯性牙膏心里磨，蹭涂增装腔，反噬效果喷出来。讲真，就算观众买账，口碑也买账，不等于次可以偷懒走捷径。这部剧的沦陷其实多么典型，它捅破了国产剧市场急躁而短视的逻辑。观众可再耐心以告罄，终于还是爆款广告与单纯打情怀差评都成了泡影。更加刺眼困局便是竟存一长枪却射偏重点，问题每持续悬挂以上，即便演员态度端正，本身也仍成为集体财富瘦身亏损记录。让人又爱又恨富山海的爆红与失速接国产武侠剧困局。富山海这部剧的命运可以说是一场从神坛到凡尘的加速下坠。
它开播时声势浩大，平台热度破纪录，宣传铺天盖地，主演阵容顶配，再加上程毅的演技号召力，外界一度以为这又是一部莲花楼式的武侠复兴之作。然而，短暂的辉煌过后，口碑迅速崩塌，豆瓣开分5.6，让人叹息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国产武侠剧在浮躁时代中的共同病症：创意有了，精神没了；预算有了，灵魂却散了。野心勃勃的起点，想赴山海，却困于套路。赴山海的创作野心毋庸置疑，编剧试图摆脱传统武侠的单一叙事框架，引入了穿书加双魂的新结构，一个现代社畜穿越进自己写的小说世界，与侠义少年共享身体，共担命运。这一设定本可成为桥梁，连接现实焦虑与古典理想，让侠重新回到精神层面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，人还愿不愿意去行侠仗义？这份思考其实很现代，也很深刻。如果一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普通人突然获得力量，他会选择救人，还是保全自己？这是个极具张力的命题。可惜的是，剧本没有真正挖掘这种冲突，而是被外壳的穿越系统、双魂、夺体等设定绑架。剧情表面在讲哲理，实则陷入了游戏式闯关的前层叙事惩罚系统、积分任务、角色升级，这些原本可做隐喻的概念被机械化使用，削弱了故事的情感浓度。当哲学成了装饰，当人物的选择不再源自内心，而是系统惩罚的倒计时，观众自然会脱戏。真正的赴山海应该是精神的远行，而不是剧情的翻页。3亿预算的幻觉，钱花在热度，不花在质感。赴山海让人最无奈的地方，不在设定，而在制作的短板。3亿投资的口号听起来惊人，但观众看到的却是高价低效的灾难现场。山河背景像 P 图，特效打斗像手游 CG， 镜头衔接生硬，光线层次失真，甚至连演员脸部的光比都不统一。棚拍痕迹明显，场景空洞，动作设计缺乏重力感与质地感。对于一部以武侠为核的作品来说，这样的视觉质感几乎等同于自毁根基。更离谱的是声音，有人开玩笑说，看赴山海必须开弹幕辅助理解，因为台词含糊，音轨混乱，配乐喧宾夺主。情绪刚酝酿起来， BGM 就像闯进 KTV 的鼓点，生怕观众听不出这里要感动了。这种问题的根本不是技术，而是态度。制作团队似乎把预算花在了表面热闹上，宣传造势、地铁包站、应援灯牌、短视频推流，铺天盖地的曝光掩盖不了画面里的敷衍。观众一边被广告轰炸，一边在剧里看到穿帮的洞洞鞋，这讽刺的几乎成了笑话。演员的诚意，一人三面低诚意，难敌系统性失血。诚意的表演是这部剧少数能撑起尊严的部分。他用细节区分了3个不同人格的转化：萧明明的懦弱与胆怯，萧秋水的热血与执着，李晨舟的狠戾与冷静。在身体层面，他调威亚调到满杯淤青；在心理层面，他揣摩每个身份之间的切换张力，让观众仍能分辨出不同人格的呼吸节奏。这份敬业与投入本应成为演员戴剧飞的典范，但却被制作的崩塌拖入泥潭。演员能救角色，却救不了剪辑；能演灵魂，却拯救不了混乱的世界观。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，程毅在用真情演戏，而镜头却在用假光背叛他。古力娜扎也尽力了，她的镜头感强，情绪到位，可惜人物塑造空心，没有成长弧线，没有真正的选择权。她只是剧情的推子，而非灵魂的参与者。爆款幻觉，武侠的皮，偶像剧的骨。赴山海的失败，不仅是一次剧作事故，更是行业生态的缩影。如今的国产武侠常常陷入一种爆款幻觉，
以为复制成功公式就能稳妥起飞，以为流量与特效能堆出侠气。莲花楼的成功靠的不是外壳，而是内在的温度。它让侠重新变成人，让正邪的界限在命运里被重新打磨。而富山海却走了相反的路，他不缺奇观，缺信念，不缺设定，缺逻辑。更深层的困境在于资本与平台的焦虑。制作方急着回本，平台急着出爆款，演员急着被看见，大家都在赶，没人愿意打磨。于是武侠不再是江湖，而成了综艺；刀剑不再是信念，而成了滤镜。浮躁市场的回声，观众的耐心被耗尽。富山海的口碑下坠，绝非偶然。观众早已不是10年前那个会被几句豪言壮语打动的群体。现在的观众能分辨什么是真诚，也能嗅出什么是堆料。国产武侠最大的危机，不是钱不够，也不是演员不行，而是故事讲述者的信仰稀薄。当团队只在乎热度指数，却忽视叙事逻辑；当宣传的节奏远胜剪辑的精度；当服化道的经费输给了营销预算，那么再大的山海，也不过是泡沫的幻境。重拾江湖的意义，回到人心。也许富山海最值得留存的价值，是他揭示的反思。国产武侠要想复苏，必须回到根本问题：为什么要拍武侠？武侠不只是飞檐走壁的动作爽感，而是一种精神的投射。它关乎正义与牺牲，关乎人在极限中选择信念的勇气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；侠之小者，为友为义。这种精神如今在剧中被娱乐化、碎片化，成了卖点而非信仰。当年金庸、古龙写江湖，不靠滤镜，不靠营销，只靠人心。而今我们看到的是流量江湖的兴衰史。富山海用失速的姿态告诉所有人，再高的投资，再多的热搜，也救不了一个失去灵魂的故事。真正能富山海的，从来不是特效，而是诚意。富山海的失败，也许是一场痛苦的必经之路。它提醒整个行业，观众不是流量的工具，而是故事的同行者。当一个剧组学会尊重剧本，尊重演员，尊重观众，当江湖不再是资本的秀场，而是人心的回声，那时我们或许才能重新看到真正的山海，不在屏幕里，而在信念的深处。